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在第一轮呢，他和大家分享的是他带着家人去泰国玩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只截止到海关。今天他要讲续集，掌声欢迎孟川。孟川，大家好，我是孟川。今年确实带着一家人去泰国那边玩了一圈。泰国说实话挺好的，但是就太晒了，黑得太快了。我穿了个白 T 恤，在那个海滩边溜达了一下午，晚上回去一光膀子，跟那个 T 恤没脱似的。当时我就多了一个想法，就是假设按照图片，在肚皮上面涂防晒霜，理论上是能晒一个纹身出来的。这对全国别的地方的人没啥用，但对山东人特别有用，因为这样又能纹身又不耽误考公务员。那几天黑了3圈，我一需要面部识别，就提醒我请到光源充足的地方。我去给我女儿买棉花糖，我爸就把那一幕拍下来了，那个图片看着特别温馨。但是那个 AI 自动识图起名，说这是18世纪40年代，美国农民庆祝棉花丰收。黑了的好处就是我跟我女儿玩捉迷藏，我只要藏到一个有阴影的地方，她就找不着。黑人父亲确实很难被孩子找到。那几天真的黑的跟本地人差不多。我去浮潜，因为我不咋会游泳嘛，就跟教练用同一块漂浮板。过了一会儿他呛水了，他喊 help， 我都惊了，我说你不是教练吗？他也惊了，他说你不是教练吗？我说我要是教练怎么会拿漂浮板？他说对呀，我怎么可能是教练呢？后来我们俩一块喊 help， 然后周围的人说快去救救那2个教练。后来还玩了那个海上滑翔伞，就是你背个滑翔伞，有个船拉着你上天。我爸想玩，但我逗他，我说算了吧，对吧？你拉一个老头上天，这特别像拉灯。我上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我女儿很高兴，说平时爸爸放风筝，今天风筝放爸爸。然后我爸、我妈、我岳父、岳母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逗孩子开心的事儿，就把我越放越高。当天所有人只关心我飞得高不高，慈母手中线，游子天上飞。我在天上看着4个老人围着孩子逗他开心，我就想到这个历史典故，叫烽火戏诸侯。关键那天天气特别不好，满头的乌云，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富兰克林那个引雷实验。滑翔伞嘛，特别像个风筝，引雷的金属就是我这个钢铁直男。而且你想想，讲脱口秀这些年没少讲那个地狱笑话，就更害怕了。我上天之前还搜过，我就搜海上降落伞避雷，出来的都是避雷海上降落伞。而且被雷劈了肯定上热搜，说中国高人在泰国渡劫失败。我真的是很害怕，因为以前我们那山东嘛，上坟的时候都会在坟前跟祖先说说，今年这些孩子们发生哪些进步，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在坟头放我的脱口秀。哎呀，太厉害了，没有问题。我肯定害怕，我说爸，这不合适吧，对吧？万一阎王爷觉得，哎，这小子有点意思，得弄下来玩玩。现在给机会了，而且第2天嘛，要看一尊大佛，就接待我们的那个泰国司机，他中文不是很好，我就问他，我说师傅，咱们现在要去哪呀？他说送你们几个人去见佛祖。我其实平时很喜欢跟僧人他们聊天的，在国内也有僧人朋友，有时候我打王者荣耀的时候，经常看他们在线。他们确实也玩。我有个僧人朋友，他特别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他只玩游走路，他就给人回血，就一直救人。我第一次见在王者峡谷里刷功德的，一直说嘛，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浮屠就是塔的意思。他一边建自己的浮屠，一边推对方的塔。
这次在泰国也有幸认识了一位，就是在佛教大学的研究生，准确说是研究生。他也会一些中文，我就跟他聊，我说我是脱口秀演员。他说那你们这行也挺好的，给人带来快乐，这也算是渡人。我心里挺开心的，他嘴上谦虚嘛，我就说哎，小度小度。寺庙里的音响说在呢。我很虔诚地问他，我说要是开玩笑冒犯了佛祖，他会生气吗？他说佛祖不会生气，但僧人会生气。但只要不是故意的就成。这个寺庙里边以前发生过一次事故，就是这个寺庙里边一位中文不是特别好的那个写宣传的人员，他在写介绍的时候，把舍利子打成了车厘子。你就看那个介绍，高僧火化了3天。推出来3颗车厘子，还散发着异香。我说这万一是个智利的高僧呢？这段是四个兜的段子。他说醉过醉过，我说我在中国境内还从来没有醉过。他还劝我说：“你要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你不方便说，可以跟佛祖说说。”我说：“下次吧，这次我只待1周。”我那些破事儿可能得说1个月。他说：“我们寺庙也有那个线上的业务，你可以线上说。”我说：“我怕我说了以后，你给我整理出来发 PDF。”他说：“那个犯错的人走后，他们寺庙里边现在正在招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咱们国内太发达了，我就想给他传授点经验。我说你就这样来。”你就说，今天是释迦牟尼生日，转发5个群，自动成为罗汉。他跟我说招聘要求是名牌大学的，我说不是佛祖普度众生吗？咋还不度普通本科及以下了呢？他说正常，我们没有分别心，但是世人有。这个寺庙里的方丈还刚考了个水硕，因为引用太多佛经，论文查重还没过。我说你说话还有腐漏的。我说你们都有研究生了，那你直接写那台宣传不更好吗？他说不行，因为出家人不打诳语。过了一会儿，他的师傅来了，他就问他师傅，就是那个水硕，他说师傅，你发给我的那个佛法讲座的链接打不开了。他师傅说，那你换个 IP 地址。当时我脑子第一反应是哇。佛跳墙，他师傅跟我说你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你还有分别心，你会认为这种人肯定会怎么样，这种人肯定不会怎么样。我这个人确实也没有啥很深的觉悟，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是每年有人问我今年要不要给观众带来一些免费的快乐，小度一下的时候，我说 Yes I do。谢谢大家，我们说。孟川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孟川。还是这个孟川啊，太厉害了哇！我拍的那个点是佛跳墙，但是我一直听到罗老师不停的在笑的一个点是拉灯。对，是，因为我是个老灯嘛，他们现在管中年人叫老灯，所以他刚才说拉灯的时候，对我觉得很开心就没有点我，盛世点我，对，就特别开心。哎，你这个老灯你为什么不笑不觉得好玩呢？我觉得你更好笑。我觉得你是讲假装，不是老灯。你再想一想，我是中灯，咱把灯绳拉下吧，好，谢谢。我觉得特别好笑，是因为他讲泰国已经讲了好几轮了。你知道，一般人如果讲一件事儿分成几次讲，你觉得注水，他不是，他是熬成一锅巨浓的汤，就是佛跳墙。我觉得非常牛的感觉。感谢感谢。我是那个小度是拍的，我实在是这个是你喜欢的梗，我当时就知太好玩道。了。哎，我在，太有意思了。而且这个就我说孟川这个，
哇，他每回说这个脱口秀的时候，那梗密的，大家就一直拍手。这个没有一个蚊子呀能够活着离开这个现场，你知道吗？就啪啪啪一直拍。我觉得孟川对自个儿的要求已经不是几分钟有个笑话，就是说几秒钟，你是按字儿，是吧？其实我会把那个铺垫尽量缩短一点，这样那个密度能高一点啊。是吧？他已经觉得这个字已经超过10个字了，我中间还没有梗，这件事是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那个梗就必须在字数里头，他就个密到这个程度。毕竟是总编剧出身，真的是厉害哦。对，感谢。孟川又是一个，只要是他出现在这个舞台，大家就对这位演员无比放心的脱口秀演员。再次把掌声送给孟川。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我主要是有心理负担，我怕讲这些你们觉得笑了损功德。感谢。孟川休息一下，要和孟川对抗的，哇！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脱口秀演员，是在这一季节目当中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是表演风格非常独特，请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细细欣赏，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家可以打好运。来吧，王大刀！大刀加油！大家好，我是王大刀。你们有梦想吗？我想有，我特别想找到一份我很擅长又喜欢的工作，这样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才会特别有意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到事务所做审计，我当时满怀了憧憬。我去到公司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到云南一个农村，对客户的生物资产进行盘点工作，也就是数客户的鸡。为了保护这些鸡的卫生安全，我在进入这些不同鸡舍之前，我必须洗澡、消毒、戴口罩。那是一个冬天，我那天洗了非常多次澡。我进入鸡舍之后，我发现那些鸡在里面随地大小便，里面很吵，几百只鸡一起叫，我就是吵死了。但是我又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要是上班上着，我的同事突然不见了，再也没回来，我也会呐喊，可是他们呐喊的太大声了，我有点崩溃了。我说给老子闭嘴，没有一只鸡理我。我那天数了2万只鸡，我回到昆明之后，我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麦当劳，我狠狠吃了一顿。但是像数鸡这样的盘点工作，其实对审计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它更多需要的是缜密的逻辑和对数字的敏感，我都没有。我做了3年，其实我做得很不好，也很痛苦。我就想，那我应该擅长创意类的工作。我又去了传媒公司，我再次满怀憧憬。刚去的时候，领导要带我去跟客户吃饭，我非常讨厌吃饭的时候聊工作的事情，因为我太喜欢吃饭了。我吃饭的时候，我听不见别人说话。已经崩溃了的女人，就是领导说没有关系，今天晚上不聊工作。那天晚上是吃火锅。我是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太喜欢吃火锅了。我当时就盯着那个火锅，像土豆再煮1分钟就可以吃了，毛肚涮15秒，鸭舌可以吃了。你知道，就时机到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整个人的灵魂和身体，我就徜徉在鸭舌的舌尖上。我说太鲜了。太嫩了。这个时候有个声音传来说：“王大刀，你觉得刚刚张总说的怎么样？”我说：“张总。”谁啊？我当
当时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鸭舌还在我的嘴巴里面。你知道鸭舌是不同于毛肚和牛肉的，鸭舌是需要你用牙齿和舌尖去雕琢的一件工艺品。工艺品。好，你要聊工作，我们就不要吃火锅。火锅啊，火锅是东西煮熟了就一定要吃的，对吧？毛肚就是涮15秒，牛肉变色了就熟了，鸭肠弯了就要吃了，贡菜要吃脆脆的，不吃就老了。但是我又不能不理他，对吧？我说张总说的特别好，他说刚刚张总说这个项目要给别的公司做。我当时就感觉自己特别的不专业，对吧？好像我就是不专业，就是他说不聊工作，我就以为真的不聊工作。我2年了，我老是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我不擅长抓取信息，我非常擅长抓取脆毛肚。你知道，就是5年了。5年了，我都没有找到我擅长我又喜欢的工作。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我在睡觉之前，我就会听刘聪的《嘿空》。你听过吗？是15岁的刘聪和未来的自己对话。15岁的他写信给未来的自己，他问他自己，他说：“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多久？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我每次听到话，我就泪流满面。我说他15岁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要做一个说唱歌手。哦，那刀，你20几了，你快30了，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想为了生计去做审计，却去数鸡。就是你知道，说唱我也干不了，然后。我去北京去看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纪念会。我看到那个纪录片我就是又狂哭不止，泪流满面。我说好你个马丁路德金，哎，你有梦想你还实现了，你真了不起，我泪流满面。我跟我朋友说，我看马丁路德金我哭得要命。我朋友说只有黑人看马丁路德金会哭。我就很难过，这5年也流了很多眼泪，就是老想这些事儿。然后过年回家，我就去看我爸。我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他在银行做保安的工作。谢谢你，这是一个笑点。但是就做保安的工作，我去看他，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说：“爸爸最近发现，一些学历高的人能力也非常一般。”我说：“为什么，爸爸？”他说前段时间银行来了一个澳洲留学985本科的实习生男孩，行长前几天让他去办公室找一个保温杯，他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爸爸一进去就找到了。我说为什么，爸爸？他说因为爸爸把那个保温杯给藏起来了。我爸是这样的人啊！我当时就坐在银行的大厅，我就还挺难过。我说，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多久？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今天给你准备了3件礼物。第一件礼物。”爸爸亲手制作的生理盐水，你有鼻炎记得要喷一喷。还有爸爸给你写的信，来拿到，说谢谢，谢谢。爸爸给你准备的第2件礼物，来保温杯，还有第3件礼物，谢谢。
爸爸今天早上摘的桂花特别的香，你闻一下。香不香？香。我当时闻到那个桂花的香味，我就很想流泪，几乎要流泪，因为我想我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那么认真闻过桂花的香味了。我就想我的生活就老是想什么梦想意义，我爸的生活保温杯和桂花，我有时候在想我的梦想是不是像那个保温杯一样被谁给藏起来了。我就坐在那，我说爸，我说你有没有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爸爸的梦想是骑自行车去很多地方。我想看我爸也有梦想。然后他突然又跟我说，他说哎，这个桂花真的很香，你再闻一下。谢谢大家，我王大刀。来，王大刀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刀。大刀，你现在算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了？有点吧，还可以，但是还在不确定，还就是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无实物表演，对不对？你闻这个桂花香不香？脱口秀算是吧，得是了。想就是还挺喜欢喜剧的，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多久，做成什么样子。你要做大刀，这是个很特别的脱口秀表演，它更像是一个单人的戏剧表演。你知道很像什么吗？就很像我们特别喜欢看那个《伦敦生活》那个女孩，叫 Phoebe Waller-Bridge， 她演的就是一个人的舞台剧。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不要怕，就是因为它可以是一个很长的一大段的一个个人舞台表演。其实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怪，不知所措，但是听到2/3的时候就被你给带进去了。2/3才带进去。我作为一个成都人，我在鸭舌早就进去了呀。那一段是我笑得特别厉害的，而且我是绝对不能够允许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聊工作。所以我完全在那一段是投入在其中，而且笑得巨大声的。他在说土豆，在说毛肚，在说鸭肠的时候，我在想，我最讨厌那些先不先把窝生片片丢进去的人。吃一块儿去了，这事儿肯定是特别太有共鸣了。我从他第一场开始就特别喜欢，我看他是在任何其他演员身上我看不到，就是我看他脱口秀一边笑一边很害怕。跟这位无辜的男生进行了强互动。对，他完全不知道有3件礼物要收，就是这个男孩特别好。我要去看大刀的线下的话，我绝对不敢坐第一排，因为太吓人了。尤其刚才那种互动，如果到我这儿，我可能当场就昏过去了。罕见的能让人感到恐惧，同时又想笑。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吸引力，是这个。对，他有那种黑洞般的那种能力，把你吸引进神经病的视线和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完全被带进去了。然后大刀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是在于一件非常破的小事儿，就是一个毛肚脆不脆，感觉是听见噩耗了一样，毛肚不脆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台上开始奔跑了，对，就特有周星驰那个吃一个食神吃一个七哦，视力太好了，然后就是那种莫名其妙自个儿就高兴起来了，然后大家也跟着他，哇，感觉不跟着他玩不合适哈，然后进入到一种异想世界，特别美。是的，再次掌声送给王大刀。王大刀特别像我认识的以前那帮地下做音乐的人，就老跟你玩那个留白，就说一句话吧，玄乎乎的，让你自个儿琢磨去。他就像一画家，画一个点儿也是一张画，把那个画布割破了也是一张画，一切都靠你自个儿解释，因为能够让你不断的多去解读，才叫做好的艺术。坦率的讲，我没太看明白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怎么说呢？文艺创作这种东西，你有多重解读不是坏事。然后前边那些积累的欢笑啊，还有表演的精彩，已经足以拍灯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
已经对这个东西形成一种执念了。我当时就是不确定我到底真的能做好什么，擅长什么，喜欢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是看了那个《心灵奇旅》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单词就是叫火花嘛。它其实说的不是天赋，不是说你很擅长某一件事情，它说的是你对生活的感知力。就是当他走出门，看见树上的那片树叶从树顶上落下来的时候，他的火花被点亮了。我就发现我就是在想那些远的、大的、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好像忽略了眼前的小的、细微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是我应该去感受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就是我可以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很珍惜这个夏天。每一场王大刀的表演都让我们觉得出乎意料，并且也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我们请孟川回到舞台，同时我们也要请瑞瑞和火锅来到台上。真好！咱俩也抱，咱俩也抱，咱俩也抱。瑞瑞跟小狗似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孟川和王大刀，最后他们获得的票数是278，有278，我们这267，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可以。恭喜玛丽莲孟瑞队的瑞瑞孟川晋级到下一赛段。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朋友这个词，然后对你们来说，友情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做一个这个，2、3，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变得自信，说：“哦，我也太厉害了。”然后马上，好，继续吧。我感觉是我生命中没有办法缺失的一个部分。突然深沉了起来。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的跟大刀说了一句，就是还好这一季有你和我一起。哦，你要什么颜色？你喜欢蓝色，要不就用蓝色的笔写。好，我拍的真好。有点想哭，不行，不能哭。哭呗，反正我不哭。只会是懦弱的力量，我一定会找到。恭喜王大刀263票进入到晋级区。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我说友情是很多很多，没有，因为我看到他后面写的这句话了。他选的猫，因为他不愿意向生活低头。哎呀，我真停不下哭的。我无助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接住我，是别人都希望我强，只有他希望我好好吃饭。为什么会有这种环节？为什么节目要煽情？我真服了。哎。